看看花了26000元置办的露营装备，值不值得？来到我户外的小家，跟我一起看看吧。先脱鞋啊！好了，我们玩露营应该也有1个多月时间吧，陆陆续续买了一些东西了。大家是不是很好奇，我们置办了这一些东西大概花了多少钱？今天就仔仔细细好好跟大家说一说。那我们从里面介绍到外面啊，首先大家应该能第一眼看到就是这个比较大的床了。这个床是这个牌子的啊，我很多东西这个牌子，因为当时就一下子买了。这个床官方报价是999，我买的是600多块钱。它比较高，大概有40公分，40公分有的吧？就是还比较就不会那么吵。但是有一个小小缺点，我不知道是人家是不是这样子啊。反正我睡到第2天或者第3天，总觉得它会有点漏气，因为它是充气的嘛。其实我刚充好的时候没有这么瘪的。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这个漏气，还是其他的也都这样子啊。好了，现在来说一下床上的这些东西啊，一层一层又一层的比较多。这个是一个小毯子，不是很厚，就是有时候在户外晚上的时候，仿佛自己是电影女主角，围着火炉，就很有那种感觉。这个比较薄，它也是可以收纳的，有个带子这样绑着的，在哪里绑起？接下来就是这2个睡袋了，睡袋我家里有好多，这2个就是当时为了整一套买的嘛，好看。它其实舒适温度说是有6度，但是其实有时候我之前去那个咸祥的时候，晚上就很冷。我觉得这个就没那么保暖的。其实人家说买睡袋一定要比他说的买了还要再低。反正冬天出去露营的话，我肯定会带上我那个黑冰的。这2个睡袋是400多块钱。好，睡袋收好之后，我把它掀开来，就是我自己配的一个毯子了。这个看上去毛茸茸的，你会觉得现在这个天会有点热。其实你现在这个天啊，到晚上的时候啊，你就睡上去很舒服，不会热。因为它本身啊，你这个床的表面啊，其实没那么舒服的，我觉得触感不是很好。这个毯子也就是为了好看。关键是它跟这个床啊有一点摩擦力的，睡觉时翻来翻去啊，它也会规规整整的。反正这个触感很好，而且价格很便宜，不超100，我觉得买了挺值的。好了，现在坐在床上跟大家说这2个枕头，这2个枕头是我房车里的乳胶枕。我之前也买了配套的这个牌子的2个枕头的，是那种海绵自充气的，但是我睡了1次之后我就把它淘汰了，实在是太不舒服了。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总是觉得垫不到脖子，然后总是往后推。反正我每天晚上的时候总是在找那个枕头。刚刚我也跟他说了，我睡袋不止这2个的，应对不一样的天气有不一样的睡袋。好了，这个是我的一个小装饰品，我很喜欢这样子的，类似于有点波西米亚的挂毯。这个几十块钱。好了，现在来说一下我这个置物架。这个置物架我觉得买的有点成功，又有点不成功。成功是因为它很便宜，它其实是一个鞋架，它不是个就是露营用的那种置物架，几十块钱吧。我之前自己家里也买了一个放鞋子的，它可以放很多东西。不成功是因为它这个杆子这边啊太宽了，可能为了节约成本嘛，这个空隙弄得太大了，这样木头就少一点嘛，竹子就少一点。还有就是这样，看到没？不是很稳。这个置物架我准备下次再买一个质量好一点的，这个缝隙稍微再小一点的。我觉得这个还算好用，因为有时候聚餐的时候人多的时候，要烤肉啊、烧烤啊、火锅啊，食材很多，你叠在这里啊就很方便，就不用占着那个桌子一大堆的位置。大家知道我是一个小电器达人，自封的，因为我有很多小电器。你看，空气炸锅、咖啡机、三明治机、那机的，我就在这里放一个电匣儿。这样子的话，这些就可以在这里操作。这个空气炸锅是我家用的那个，很久之前100多买了，当时以为会闲置，其实用的还蛮久的。咖啡机和三明治机，当时我是房车旅行的时候买的，不是为了这个露营的时候买的，发现也可以通用。现在我买东西一定要是房车也可以用，露营也可以用。还有这个户外电源，它这么一台是1度电，4000块钱，我有2台。当然还有一台是在这里。你知道我为什么放这里吗？刚刚我不是说那一台是为了
用那个咖啡机啊、空气炸锅、三明治机嘛。这台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充手机或者充那些灯用的。看我，我这里专门放一把锤子，因为晚上睡在这边啊，有点安全感。好，来现在介绍一下这个小桌板。这个小桌板我觉得买了有点失败的，大家应该也能看到。你看我拿起来的时候，它两个腿啊就已经在晃来晃去的。我拿起来放进去，它会倒，它不是那种把它掰开来之后卡住的那一种。大家懂我的这种感觉吗？这两个是我分开配的，两个大概是40多块钱。这个我觉得，如果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不会再买的。你说现在买来呢，用嘛，也是能用的。好了，这个位置其实我之后还会想买一个那种类似于储物柜，它是有2层的那种储物柜，也可以折叠的。其实我心中有一款，我就在等它打折，折扣的时候买。好了，现在来参观我的客厅部分啊。这客厅我还真的挺满意的，就是我们2个人就非常的舒服在里面。这就是我买为什么这个大帐篷的原因。现在首先介绍我这个坐在上面的这个双人的充气沙发，它其实是这样子的，这是我自己给它配的一个毯子，我觉得这样配上去颜色会比较好看。这个毯子嘛也是可以，冷的时候可以披一披，晚上睡觉的时候冷了也可以当着盖在身上的。这毯子说是羊毛毯，但是它不是纯的羊毛毯，200多块钱也买不了纯的羊毛毯啊。这个沙发是699买的，我这是个大怨种。其实我当时是比较急的买这个沙发，因为我觉得这个沙发好好用，配上我这个客厅里面真的是绝配啊。后来我看到有人将近比我便宜100多，将近200的价格有买到它，搞活动的时候，你说这种东西价格是不是跳水很厉害？我反正早买早享受了，只能这样安慰自己。现在来介绍一下这个桌子，这个桌子是我买的杂牌，400多块钱，质量还可以。这2把椅子是这个诺克的，这2椅子好像有点贵，官网价格是400多块钱，我买了打完折是300多块钱。它可以这样收，它也可以收的再小一点的，一般的椅子好像只能这样收的，我记得。这就是我为什么当时买它的原因，但质感蛮好的，跟那种便宜的100多的质感。2把椅子算它700块钱吧。还有这盏那种假的煤油灯，我买的价格是200多块钱，将近300块钱吧。它灯光其实不是很亮的，营造氛围挺好的，样子看上去很复古，质感也挺好的。我另外又买了一个20多块钱的那种灯，跟这个样子差不多吧，但是我现在还没收到，我等收到的时候拿来看一看啊。这个店啊其实还挺耐用的，可能是因为它那个不是很亮的关系吧。桌子上面的音箱就是露营了，你感觉啊，大家都拿个音箱出去营造氛围的。这个也是当时我为了那个房车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当时好像直播间买了900多还是多少来着，反正1000左右。那个女生的直播间现在她就不在了。桌子上放的香薰，这香薰是我以前家里的，就也可以当一个应急的蜡烛。还有这个花，我是临时拿来凑数的，这是我房车里的，一直放在桌子上的一个花瓶，就是放在这里好看一点。还有这个纸巾的帐篷纸巾套，是木高迪的，是几十块钱好像是。其实这种不是很好用，其实抽到一半的时候，这个有点抽不出来了，就是为了好看。这个还有一个投影仪，也是为了露营买的，后来想想我们房车出去玩也可以用。3699，就这个投影啊，是户外露营营造氛围的必杀技，是不是？它真的是太有氛围感了。你就拿出去，晚上的时候在户外看部电影，真的很爽。还有这个灯，是我们这个帐篷的主灯，它有2个光源，一个白色的，一个暖一点的。这刚开始买来的时候，我真的觉得它好好用啊，怎么这个电怎么这么耐用啊？到后来我发现它只能用个2-3个小时吧。我不知道它是坏了还是怎么样，我现在觉得它不是很好用。我买的是200多块钱，我准备是再去买一个差不多的，就是搭配着用，这样的话就一个晚上就可以一直亮着灯了，不用这种抠抠搜搜的。这个灯不推荐啊。好了，接下来介绍我这2个非常作孽的储物箱啊。我买了2个雪芬的储物箱啊，我就拿在这里说吧，这么要重，而且我是因为省钱嘛，没有配那个盖板和那底座，那盖板和底座那木头的真的好贵啊。这2个箱子应该算是我狠牙买下的，很贵，真的很贵。这一个箱子是800多块钱，2个箱子将近1600-1700块钱了。
我还是半成品哦，这2个箱子就现在都是这样开口的。我觉得它其实很难用，可能我没玩明白这个2个箱子吧。它其实可以这样子开口，2个叠在一起，但是你这样开口的话，里面的东西不好拿，而且这样的话储物空间会减少。如果你是这样子的话，就失去了它的意义。这2个箱子现在就是搬运箱、储物箱，纯粹放一些零零散散的一些东西。哦，对了，有一样东西我觉得买了非常的值，就是我地上有2个地毯了，它不是特别的厚，它也不是那种毛毛的地毯，我觉得跟我的这个帐篷很搭。它是2块2×3的地毯，刚好可以铺我们这一个帐篷。看底下是有一点点那种防滑垫的，它也不会滑来滑去。关键价格很便宜，2张2×3的地毯好像100多块钱。忘了介绍了，这里还有一盏氛围灯，它是那种塑料的，里面是装电池的，是这样子，也是装饰用的啦。这个不包括里面的电池，20多块钱。它很长，也可以挂在树外，它还有很多不同的形状，我只买了1个。好了，这就是我们12平米的户外小家。